好了，那么在我们说完这个片子上面我们胶片上面的这个静态路由的备份、静态路由的负载以及静态路由的基本配置以后，那么我们来看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例子。我们把这个所有的东西都停掉，然后呢，我们重新来做。好，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关掉。我们直接把这个 ENSP 关闭，然后重新开启一下。好，那么我们下面呢需要4台路由器。我们需要4台路由器了。我们需要4台路由器，这4台路由器怎么做呢？这样，这样的4个路由器，然后呢，我们先让还是先让它启动，然后让在它启动的过程中呢，我们去连线然后去配置一些其他的东西。好，对齐到网格这样看起来舒服一点。然后呢 ，AR1 的0-0连 AR2 的 G0-1。AR2 的 G0-0 连 AR3 的 G0-1，AR3 的 G0-0 连 AR1 的 G0-1，然后 AR3 的 G0-2 连 AR4 的 G0-0吧。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里边我们来调整一下这个标识的位置。看得更清楚一些。好，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里边 ，AR1 去往 AR4 这边，它是有2条路径的，分别是要么走 R3 过去，要么走 R2 跳过去。然后我们加2个 PC， 还是在 AR1 后面加一个 PC， 在 AR4 后面加一个 PC。这个 PC 呢，用0-1连它的0-2，这个 PC 呢也用自己的接口连 AR4 的0-2，然后我们把这2个 PC 也启动。好，我们把这个 PC 呢拽的稍微远一点或者我们把它拽到下边来也一样，把它拽到下边来吧。好，那么这样做完了以后，我们来确定我们的整体的这个网络的结构或者说整个的这个 IP 地址。首先，在这个里边这个 AR1 和 PC 这个网段192或者说我们用10吧，10.10.10.0/24，然后这个网段10.10.40.0/24，这2个网段，然后呢，这个 PC 呢还是点100。这个 PC 也是点100，这个网关他们的网关地址呢还是点1，这边呢也是点1。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相互连接我们叫做路由器互联的网段里边，首先这个10.10.12.0/24，后边呢我们会经常使用到这种地址，就是 R1 和 R2 相连，那么我们就用10.10.，然后看这12就说明是1和2之间的链路，23就说明是2和3之间的链路，以此类推。然后 R1 这边还是点1，R2 这边那么就点2。这样子呢，后期我们一看到这个地址，我们就知道它是哪个路由器、哪个接口了。好 ，R2 这边10.10.23.0/24，这个网段，这个是点2，这个是点3。
然后下面这段10.10.13.0斜杠24，当然有同学想写31.0也行，没有问题，反正都是不同的子网然后这边呢还是点1这边呢是点3。这一段我们写10.10.34.0斜杠24，路由器嘛，每一个接口都要在不同的网段这边呢依然是点3，这边呢是点4。好了，那么在这里边我们所有需要到的接口我们全都写完了，下边我们来配置这个10.10.10.100，255，255，255，0，然后10.10.10.1它的网关地址10.10.10.1，这个10.10.40.100，255.255.255.0这是一个10.10.40.1，两个 PC， 剩下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路由器之间的配置。好，首先呢，我们先来看这个每个设备我们都要给它起个名字 ，system， 然后 sys name R1， 我们把这个往上一点，然后拉得宽一点。好，那么2 system view， 然后 sys name R2， 我们先给它起上4个名字。好，4个设备都起了名字，然后按照这个图我们来配置 IP 地址。首先在 R1 上面我们看 R1 上面 G0-0-2 IP address 10.10.10.1， 注意它的10.1然后24 G0-0-0， 注意看这个接口0-0 12.0 IP address 10.10.12.1 24 G0-0-1， 这个接口看这儿，这个接口10.10.13.0 10.10. IP address 10.10.13.1 24。好了，那这样做完了以后，我们 display IP routing table 或者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条命令来检查 display IP interface brief。我们可以通过 display IP interface brief 这条命令来检查你每一个接口上所配置的 IP 地址 12.1、13.1、10.1都是斜杠24的。这个 non0 这个接口是系统自动生成的，你不用搭理它不能配地址的，也不能编辑的。好 ，R1 地址配完 ，R2。对于 R2 来说呢，它只有2个接口 ，interface G0-0-1 IP address 这个是12.0 10.10.12.2 24因为这个是在 R2 上嘛，所以都是点2的。interface G0-0-0， 看这儿 G0-0-0 这个接口是23.0 IP address 10.10.23.2 24位。注意大家在第一次这个我们的这个地址或者说这个命令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图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大家在第一次做这个配置的时候那么很有可能出现的是端口和 IP 地址配置是错误的。那么在这个里边大家一定要在刚开始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到什么呢？我们一定要做到的是，你配一个接口看一眼，配一个接口看一眼。好，我们 R2 配完了，我们来看 R3。
对于 R3 来说，3个接口0-0是10.10.13.3 interface G 0-0-0 IP address 10.10.13.3 24 interface G 0-0-1 23.3斜杠24 IP address 10.10.23.3 24，然后 interface G 0-0-2 IP address 0-2是10.10.34.3斜杠24 10.10.34.3 24 display IP interface brief 0-0 13.3 0-1 23.3 0-2 34.3 13 23 34没有错。好，我们来看R4 interface 啊，这个是 G 0-0-2。首先我们来看0-2啊，这个接口10.10.40.1，然后是0-0 34.4。好了 ，display IP interface brief 0-0 0-2啊，一个34.4，一个40.1 ，OK。在所有的 IP 地址都配置完成以后，依然是什么呢？依然是你要在每一台设备上去拼通你所直接连接的那些接口。比如说在 R1 上面，我们来看 R1 上面有一个12.1，我应该能拼通12.2，拼10.10.12.2。注意，你一定要能够拼通你直连设备的对端，这样的话才能说明这条链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在这个东西没有问题以后，你才能再继续往下做。如果说你本身连对端都无法通信的话，那么你想，你写完路由以后，下一跳根本就没有办法帮你去完成。所以说啊，一定要校验。好，我们一个一个来。那么还有什么呢？拼10.10.13.3 ，OK， 没有问题。然后还有一个拼10.10.10.100，注意是拼这个 PC，OK， 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在3上再去拼，我们在3上再去拼。那说2上为什么就不做了呢？因为1能够拼通2，说明2也能返回来。通嘛，一定是过得去并且回得来嘛。那么1能访问2， 2也能访问1，这个1才能通。所以说2和1之间就不用再测了。然后在3上面把2测了，把1测了，把4测了，是不是也就是说2和3也就通了？哎，然后我们再去4上面把这个一测就完了。好，我们来看看3上面拼10.10.13.1啊，3跟1之间是可以通信的。然后拼10.10.23.2， 2和3之间也是可以通信的。拼10.10.34.4， 3和4之间也是可以通信的。把3个对端都测完。那么在 R4 上拼10.10.34.3 ，OK， 肯定没问题，因为3刚才过得来。然后拼10.10.40.100， 拼这个 PC 啊，注意拼这个 PC2， 好，也是通的。这样做完了以后，哎，我们就知道了，所有的直连链路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再往后，我们来做静态路由也好，还是做于其他的东西来说啊，那么我们就一马平川的往后做就可以了。好，那么下边我们的要求很简单，让这个 Client 1可以访问这个 Client 2，也就是说 PC 1可以拼通 PC 2。现在 PC 1和 PC 2肯定拼不通，因为他们隔着很多个设备，对吧？肯定拼不通。那么 PC 1想要拼通 PC 2怎么办？在中间所有的设备上面，我们考虑在哪些设备上完成路由。首先 Client 1想去 Client 2啊，想去 40.0 这个网段，在 AR1 上 Display IP Routing Table， 你现在全都是直连路由啊，10.0 的 12.0 的什么 13.0 的没有了吧？啊，全都是直连路由。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想要让 Client 1去往 Client 2，是不是必须有目标网段的路由啊？所以说我们要在 R1 上去写静态路由
啊，我们的第一个目标，用静态路由让 PC1 和 PC2 可以通信。在 R1 上先写静态路由 IP root static 10.10.40.024，是吧？这个网段嘛，目标网段嘛。然后写下一跳地址，是写 R2 呢，还是写 R3 呢？很明显，是不是从这儿134目标，这个是最近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写 R3 的啊，我们应该去找最近的路径走。所以说呢，在这儿我们写10.10.13.3作为下一跳 ，R3 作为下一跳，回车。那么好了 ，R1 就到了，可以到 R3 了。R3 有没有呢？啊，我们推出来，在 R3 上 display IP routing table。R3 现在也没有到达40.0的路由，你看它有13.0的，有23.0的，有34.0的，还有吗？没有了。它也没有到达这个的目标，也就是说，这个数据报文到了 R1，现在可以发给 R3 了，但是 R3 没有办法去发给 R4，因为没有路由。要在 R3 上增加路由 IP root static 10.10.40.024，下一跳这个倒不用考虑了，因为下一跳地址肯定是 R4 34.4 10.10.34.4。那么对于 R4 来说，收到了一个去往啊 ，R3 就可以发给 R4 了。那么对于 R4 来说，收到了一个去往10.10.40.100的地址的数据报文，它有路由吗？它有，直接连接的 R4 直接连接了40.0，所以说在 R4 上面它是有10.10.40.0这个路由条目，直接指向了0-2，它是直接连接路由。那么好了，也就是说 client 1是可以过得来的了。看 client 1到 R1，R1 到 R3，R3 到 R4，R4 再给 PC2。啊，路由有了，但是我们刚才说过，数据的通信你要考虑双向。那么在 PC2 返回的时候，怎么返回？是不是 PC2 要返回给10.10.10.100这个地址啊？那么返回给 R4，R4 有10.10.10的路由吗？没有，所以说我们要添加 IP root static 10.10.10.024走3。因为 R4 只有 R3 这一个下一跳啊，走3，所以说是10.10.34.3。R4 返回去的时候，把这个东西给了3，3再返回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给1呢？哎，所以说在3上面写 IP root static 10.10.10.024 10.10.13.1。那么对于 R1 来说，这个倒好办了，啊，对于 R1 来说这个倒好办了。首先 ，R1 上面肯定有10.10.10的默认路由，啊，肯定有10.10.10的路由，因为它是直接连接在 G0-2 上的，啊，它是直接连接在 G0-0-2 上的，所以说它肯定是有的。这样做完了以后，我们来看是否可以通信呢？拼，啊，因为我们过去和回来我们都考虑完了，拼。10.10.40.100 ，OK， 没问题，没问题，通了。然后我们 tracer 一下，10.10.40.100。好，我们来看看它的路径。第一跳走到了10.10.10.1，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走到了 R1，然后第二个13.3说明我走到了 R3，第三个34.4。说明我走到了 R4， 对吧 ？R4 是34.4嘛，然后40.100到达目的地。那么我们翻回来拿 PC2 去 tracer 一下 PC1， 第一跳走40.1，我的网关是不是 R4 啊 ？PC2 的网关 R4， 然后啊，我们来看，哎，不对，这个是 PC1，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跳34.3啊，看到最后一位我们就知道它是 R3。第三个13.1，那么我们知道它是 R1啊。最后到达目的地10.100。
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Client 1和 Client 2在用静态路由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通信了。我们就可以通信了。在这个里边，我们看到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一个效果是，在中间所有的路由器上，你必须都考虑过去和回来，过去和回来两个方向的路由条目。然后在中间所经过的这3台设备上，1、3、4，这看起来应该是最佳路径了。在所经过的所有的设备上，都要针对源和目标，也就是说过去和回来这两者，我们都要去考虑静态路由。即便是这样，也只能是让 Client 1去访问 Client 2。你现在用 Client 1去访问 34.4 这个 IP 地址，路由器的这个 IP 地址能访问吗？我们来试一下，拼 10.10.34.4 是不行的。为什么不行？因为在 R1 上根本没有 34.0 的路由，看到了吧？ 10.0 12.0 13.0， 我们手工添加的 40.0， 根本没有 34.0 的路由。所以说在这个里边，不是说任意点都可以访问，而是说你基本上属于加了哪个点哪个点可以访问，不加的就一律访问不到。那么这就是静态路由在一个相对复杂网络里边它所显现出来的第一个劣势。什么劣势呢？配置量非常大，我们要在途经所有的设备上面通通的去添加针对源和目标的路由条目，你哪儿少了都不行。配置量第一个比较大，我们这个还是算比较简单的网络。如果你再多几台设备，那么你中间经过的设备越多，你的配置量越大。所以说呢，配置起来相对来说是比较繁琐的。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怎么去繁琐，那我们首先完成了静态路由的第一个配置，就是最基本的通过最优路径让它可以访问了。好了，我们休息一下。